你有没有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越是那些天天烧香磕头，对菩萨最虔诚的人，家里越是容易出事，反而那些不怎么拜佛，只是心存善念的人，日子过得平平安安、顺顺利利，这到底是为什么？今天我就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真话，不是菩萨不灵，是你拜错了。你以为的一片诚心，其实正在天天败坏你家的家园。可是为什么你越拜家里越倒霉呢？那是因为你不懂老祖宗传下来的天地规矩，你在盲修瞎练，你以为你是在恭敬菩萨，其实你是在败坏自己家的家运，好心办了天大的坏事。今天我就把这里头最要命的几个大雷给你们掰开了，揉碎了讲清楚。你们先想想看，很多人拜佛是不是特别讲究个诚心？怎么体现诚心呢？有的人就听信了外面的瞎传言，说什么半夜拜佛最清净，一定要烧头炷香，菩萨才能第一个保佑你。于是很多老头老太太放着好好的绝不睡，非要在大半夜爬起来折腾。我给你们讲个真事，前几年有个叫老林的居士，刚退休没多久。老林是个厚道人，就是心里头太急躁，他儿子结婚好几年了，一直没怀上孩子。老林急呀，天天盼孙子，再加上儿子那阵子在单位又要竞聘，当个什么小领导，老林就觉得我得帮帮孩子。怎么帮呢？他不知道听哪个不懂行的人胡说八道，说半夜11点到1点，这个时辰是天地交接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在家里给菩萨烧香磕头，那就是头炷香，最灵验求难得难，求财得财。老林一听当真了，好家伙，每天晚上11点多，夜深人静，老伴儿睡得正香呢，他蹑手蹑脚爬起来，连个厚衣服也不披，走到客厅，打火机咔嗒一响，点上3根大香，扑通扑通就开始在地上磕头，嘴里还嘟嘟囔囔的念叨。你们猜猜，老林这么虔诚，半年之后家里怎么样了？孙子没盼来，儿子升职也没戏，反倒把家里搞得一团糟。首先是他那个老伴儿，本来老年人睡眠就浅，每天半夜刚睡着就被客厅里那咔嗒一声打火机响给惊醒了。时间一长，老伴儿吓出了神经衰弱，白天头晕眼花，脾气变得极大。老两口天天为了芝麻绿豆大的事情吵架。再看看老林自己更惨，坚持了小半年，有一天早晨直接起不来了，送到医院一查，心力衰竭，住进了重症监护室，差一点就过去。他在病床上虚弱的直哭，心里还在纳闷，我都这么心诚了，为了菩萨连觉都不睡，为什么还要遭这个罪啊？诸位老朋友，你们晓得老林到底错在哪里了吗？佛法讲得很清楚，一切为心造，但你不能违背天地的规律啊。我们老祖宗把一天12个时辰分得清清楚楚，半夜11点到凌晨1点，这是什么时辰？这叫子时。你们想想看，半夜子时，外面黑灯瞎火，那是天地之间阴气最重最寒冷的时候。这个时候阳气就像一根刚刚划着的小火柴苗，非常微弱。中医里头讲子午流注，其实说的就是我们身体里的气血运行要跟着老天爷的钟表走。子时那是你应该老老实实躺在床上，闭上眼睛，藏精蓄锐，好好保护你体内那一丁点微弱阳气的时候，你一个凡胎肉体，特别是咱们上了年纪的人，阳气本来就弱得像风里的蜡烛了，你不去睡觉，
大半夜的爬起来，衣衫单薄的跪在冰凉的地上，你以为你在接佛菩萨的灵气，我告诉你们完全搞反了，你那是把自己身上的毛孔全都打开了，在硬生生的吸收这天地间最重的阴寒之气，半夜三更，阴气重，杂七杂八的不干净的气场也在外面游荡。你这个时候点起香火，等于是在黑夜里点了个灯笼，招惹来的到底是菩萨还是其他什么阴邪的病气杂气？这还用问吗？长此以往，你的精气神全被耗干了，阴气入体，病痛自然就找上门了。你连自己的肉身都保不住，连老伴的安稳觉都给搅和了，把家里原本安安稳稳的气场搞得阴森森乱糟糟的，你还指望家里能发财能顺遂，这怎么可能呢？所以呀，诸位千万要记住，拜佛修行首先要顺应天地阴阳的规矩，菩萨大慈大悲，哪里需要你半夜不睡觉去给他磕头？这简直是拿自己的命在开玩笑。这是第一个大忌讳，把磕头拜佛的时间搞错了，颠倒了阴阳。可是啊，时间要是搞对了，很多老人家在烧香这件事情上又犯了一个极大的糊涂，那个糊涂更是把家里的好风水好运气活生生的给熏跑了。大家自己静下心来回想一下，是不是有这么个通病，一到初一15，或者哪怕就是平平常常的日子，他们在家里点那个香啊，是越买越粗，越买越长。有的人家里那个大香炉里面插得密密麻麻的，像个小刺猬一样，一天24小时绝对不能断，这叫香火不断。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心里头有个死理，觉得香火旺，家族财旺，觉得给菩萨烧的香越大，烟越浓，菩萨就越能看得到他的诚心，越能保佑他发大财。我跟你们讲，这真是大错特错，错得离谱了。你想想看，菩萨在清净无染的境界里，人家是智慧圆满的觉者，人家需要闻你家里那个刺鼻子的烟灰味吗？不需要的嘛。可是啊，有些老人家里为了保持这个所谓的香火旺盛，连客厅的窗户都不敢开，生怕一阵风吹进来把香给吹灭了，觉得那样不吉利。好家伙，大半年的时间下来，你搬个凳子抬头看看，你家那供佛的屋子屋顶是不是都给熏黄了？雪白的墙壁是不是黑乎乎的一层油垢？家里只要一来客人，推门一进屋，先被浓烟呛得咳嗽半天，眼睛都睁不开。不仅如此啊，你们想想家里的实际情况，家里的小孙子小孙女，本来小孩子的呼吸道气管就娇嫩得很，天天闻到这种浓烈的香灰味，整天咳嗽，眼泪汪汪的。甚至有的孩子被熏出了过敏性鼻炎哮喘，儿媳妇看着心疼孩子，心里能痛快吗？肯定要抱怨你几句，对不对？妈，您这天天烧这么多香，屋里连个透气的地方都没有，孩子怎么受得了啊？这时候有些老人家脾气还挺大，不但不改，还理直气壮的回嘴，我这可是为了全家在求福报，我这是在敬菩萨，你们懂什么？这点烟都受不了，菩萨怎么保佑你们发财平安？然后家里因为这点事3天一小吵，5天一大吵，你们晓得吧？这就叫愚痴啊！你这不是在供佛，你这是在造业，不仅让家人起了烦恼心，还破坏了家庭的和睦。而且你们去外面小商品市场买的那些便宜的粗大的香，
有几个是真正用好天然香料做的，很多都是掺了化学胶水，染了红色素的劣质香，一烧起来里面全是刺鼻的化学毒气，你天天躲在那个乌烟瘴气的屋子里，跪在那儿磕头，被熏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你还以为自己是在吃苦修功德，其实你吸进去的全是有害物质，把自己的肺脏搞坏了，把心血管搞出毛病了，最后病倒了。去医院看病是不是又要花光家里的积蓄，是不是又要儿女请假扣工资来床前伺候你，你给儿女添了这么大的麻烦，耗了家里的钱财，还说自己是在为家里求福报，这话说得通吗？这叫造福吗？这叫折腾。佛法讲得很清楚，供佛最重要的是什么？是清净2个字。佛经里常说戒定真香。什么是戒定真香？就是说你老老实实规规矩矩的做人，心里头不慌不乱，没有那么多乱七八糟的杂念，这颗干净的心才是菩萨最喜欢闻的真香。你每天早上起来洗干净手，点一根干干净净细细的味道清淡天然的清香，只要1根就足够了。这根香是个什么作用？它是个信号，是用来提醒你自己，今天一整天我的心也要像这缕若有若无的清香一样干干净净正直清明。可是你看看你家里弄得乌烟瘴气，呛得人连气都喘不过来，这哪里还有一点清净的样子？老祖宗的学问里，不管是讲家里的风水还是天地的气运，最讲究的就是一个长风聚气，这个气的是清气和气，生机勃勃的生气，只有干干净净清清爽爽阳光透亮空气流通的屋子，才能把福气留住，把财神爷请进来。你搞得满屋子都是浓烟，在风水上这就叫做烟煞，煞气是很凶的，这种浑浊不堪的气场不仅把好风水全破坏了，还会把家里本来的清净磁场搅和成一锅浑水。财运也好，福气也好，最怕的就是脏和浊。你在家里制造烟煞，好运气怎么可能进得了你家的门？所以诸位千万要记住，菩萨看的是你这颗心干不干净，不是看你烧的烟有多大。有些人听到这里可能要问了，南老师，既然点一根清香就行了，那为什么那么多人非要烧那么粗的香，非要弄那么大的阵仗呢？我告诉你们，归根结底还是你们心里的贪念在作祟。你为什么烧那么粗的香？因为你想要的东西太多了，你求儿子当大官，求生意发大财，求孙子考名校，求自己活到100岁无疾而终。你觉得自己的欲望太大了，拿一根细细的香，不好意思开口，非得弄个像胳膊那么粗的香，再摆上满桌子的贡品，好像这样就能跟菩萨做个大买卖似的。这就是我要跟你们说的，很多人拜了一辈子佛，却惹祸上身的。第3件大错特错的事，你们不是在信佛，你们是把佛菩萨当成了可以行贿的贪官。很多人一跪到那个蒲团上，眼睛一闭，手里捏着香，那嘴里嘟嘟囔囔念叨的全是生意经啊。他们怎么说的？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求求您保佑我那个在外面做生意的小儿子，今年赚他个大几百万，要是这事真成了，年底我一定给您老人家杀鸡宰羊，我给庙里捐1万块钱香火钱，我给您重塑金身。你们摸着良心想一想，这叫拜佛吗？这叫信仰吗？
我告诉你们，这叫谈条件，这叫做买卖。你觉得你自己是个小老百姓，菩萨是个大靠山，你拿那点香火钱，那点贡品当成了过路费和贿赂款，这不是瞎胡闹吗？这简直是对佛菩萨极大的侮辱。我跟你们讲，这种把菩萨当贪官的拜佛法，不仅求不来福报，反而会招来大灾祸。为什么？因为你心里的贪念太重了，你的出发点全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甚至有的人是为了掩盖自己做过的亏心事，才跑去佛前拼命磕头诵经供养。这就让我想起咱们老祖宗历史上的一桩真事。你们知道口蜜腹剑这个成语是怎么来的吗？唐朝有个大贪官大奸臣叫李林甫，这个人啊，他嘴上跟你说话甜言蜜语，像个活菩萨，肚子里却藏着一把刀，暗地里害人那是绝不手软。他当宰相的时候，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和地位，不知道陷害了多少忠良，弄得多少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可是啊，这种人做了太多缺德事，他心里虚啊。他年纪大了以后，到了晚年，天天晚上做噩梦，生怕冤亲债主来找他索命，生怕老天爷降罪。那他怎么办呢？他想了个好主意，他在自己那个大宅院的最深处修了一个极其奢华极其气派的佛堂。那个佛堂里菩萨的金身是用真金白银塑的，地上铺的是最名贵的西域地毯，香炉里烧的是几十两银子一两的极品沉香。他还养了一大批和尚，天天在家里给他念经祈福。李林甫每次去佛堂磕头，那是相当的虔诚啊，头磕在地上砰砰响，每天也是供品不断，香火冲天。他心里打的什么算盘？他就觉得我李林甫这么有钱，我给了佛菩萨这么大的供养，佛菩萨拿人的手短，吃人的嘴软，总该保佑我一家老小太平无事，保佑我那些见不得光的事永远别败露吧。结果呢，因果哪里是你能拿钱买通的？李林甫一死，他生前干的那些丧尽天良的坏事全都败露了。皇帝大怒，下令把他的家产全部查抄，他的子子孙孙，男的流放到了最艰苦的燕瘴之地，女的沦为奴仆。至于他那个花重金打造的极其奢华的佛堂，被抄家的士兵冲进去砸了个稀巴烂，金身被推倒，香炉被踢飞。诸位老朋友，你们想想看，李林甫花了那么多钱供佛，菩萨为什么不显灵救他？是菩萨不慈悲吗？绝对不是。佛法讲得很清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如影随形。你种了一棵有毒的树，结出了有毒的果子，然后你跑到菩萨面前，塞给菩萨几百两银子，说菩萨，求求你让这棵毒树长出甜苹果吧。这可能吗？天底下没有这样的道理。真正的福报是哪里来的？是你自己修来的，是你用干净的心、善良的本性、利他的行为积攒下来的。可是现在很多人根本不懂这个，满脑子都是贪嗔痴。你看有些老人家白天在小区里跟邻居为了几寸地皮破口大骂，在家里为了点鸡毛蒜皮的小事把儿媳妇骂得狗血淋头，心里充满了怨气、怒气和算计。到了晚上，拿个垫子往佛像前一跪，开始求平安、求发财。有的甚至更荒唐，跪在那里一边磕头一边向菩萨告状，说菩萨啊，你看看我那个儿媳妇有多不孝顺，你一定要惩罚她，让她吃点苦头。你把庄严清净的佛堂当成什么了？当成你发泄负能量的垃圾桶了吗？当成你咒骂别人的
公堂了吗？你带着满身的戾气、怨气和贪气去面对佛菩萨，你的磁场全都是黑暗的、扭曲的。菩萨的光明怎么可能照得进你那个黑漆漆的心里去呢？这种带着交易心理，甚至带着恶念去礼佛的人，不仅得不到感应，反而会加速自己福报的消耗。因为你把原本应该用来修心、用来忏悔的清净之地，弄成了世俗名利场的延伸。你以为你是在拜佛，其实你是在拜你自己心里那个无限膨胀的欲望和贪念。我跟你们讲，大家今天听懂了这一层以后，去佛前磕头千万别再提那些丢人的条件了。菩萨不需要你的钱，也不稀罕你的大苹果。你真想求福，跪下去的那一刻，你要说：菩萨，我今天有缘在你面前礼拜，我反省我自己，脾气太差，贪心太重，我一定改。我愿我的家人平安，我也愿天底下的老人都能平安。你把心量放大了，不再是盯着自己那一点蝇头小利，这叫打开了心量，福气自然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哗哗的流进你家里来了。所以这心里的贪念和交易心态是最毒的第三个大忌讳。心里头的事咱们说完了，咱们再退一步，回到你们家里的那个现实环境来看。很多老朋友跑来跟我讲，南老师，您前面说的那些毛病我都没有，我信佛绝对不是想做大买卖，我不贪发财，我也嫌弃烟大，每天只点一根干干净净的小线香，我磕头也是规规矩矩的。可是南老师我家怎么还是天天吵架？老伴这2年老是生些莫名其妙的病，查又查不出个所以然，这日子过得怎么还是这么堵心呢？我就问他们，你把你家那尊菩萨请到什么地方去了？这一问10个里面有8个要出大问题。我告诉你们，有些人心确实是好的，可是办的事真的是糊涂到家了。你们晓得吧？咱们老祖宗流传下来的堪舆学，那可不是封建迷信，那是一门极其精深的关于环境与人体气场的学问，讲究的是人、屋子还有天地气机的和谐。你家里供佛的那个小环境要是摆错了，家里的气场全乱套了，你人能不受罪吗？有些老人家嫌弃家里平时人来人往的，觉得菩萨喜欢清静，加上这2年城市里房子贵，家里的面积本来就小，怎么办呢？老头老太太一商量，就把佛像塞在了一个不见阳光的狭窄过道里，或者放在卧室门背后的阴暗角落，甚至有的糊涂蛋为了省地方，把佛龛挨着卫生间的墙面摆放。你们想想看，佛菩萨在经文里代表的是什么？是无量光，是无量寿，是圆满清净的智慧光明。你把一尊代表无上光明的佛像委屈巴巴地塞在一个一年到头连太阳影子都见不着的黑旮旯里，这叫什么事？佛法讲得很清楚，我们学佛是要开发自信光明的，你外在的供奉环境就是你内心境界的反应。那个角落阴暗潮湿憋闷，连个流通的空气都没有。老祖宗的堪舆学上常讲，一个好屋子要能藏风聚气，你供佛的那个角落藏的是什么风，聚的是什么气，那全都是沉闷的阴气、霉气和死气。咱们老人家本来上年纪了，身体里的阳气就跟风里的残烛一样弱得很，你天天为了磕头跑到那个阴冷潮湿的角落里蹲着跪着，时间一长，你的腿脚关节不疼才怪呢。你的风湿能好吗？你天天在那种憋闷的地方深呼吸，你的肺管子能舒服吗？
你这哪里是在积攒福报，你这是深深的把自己家里仅存的那点阳气给败坏了，把病气往自己身上引。可是呢，还有一种人更让我连连叹气，他听别人说供佛的地方一定要明亮，一看自己家那个角落却是太暗了，可他又舍不得把佛像挪个好位置。这时候老人家自作聪明了，跑到小商品市场买了一面大大的穿衣镜或者玻璃镜，往佛像侧面一摆，或者干脆挂在佛龛对面的墙上。他心里还挺得意，觉得哎呀，镜子一反光，这角落的光线不就亮堂了吗？佛堂看起来也变大了，显摆得多庄严啊！我这可太有智慧了。我跟你们讲，你这是聪明反被聪明误，犯了传统风水里最要命的大忌讳。这个道理很简单，你们平时照的镜子在咱们传统的玄学里面，那是随随便便摆的吗？镜子不仅能反射光，它更是能反射气场的，是有摄魂反煞作用的。物理物件，你弄一面大明镜，直勾勾的对着庄严清净的菩萨像，你想想后果有多可怕。首先，镜子一反光，那些乱七八糟的杂光直射到佛台上，这在风水里叫做光煞。这种刺眼晃动的光芒，把你佛堂本该有的那种安定祥和沉稳的磁场瞬间全部打得粉碎，你在那里磕头，心怎么可能静得下来？第二点，也是最要命的一点，你们想想看，你家里平时过日子，是不是什么人间百态都有？老两口因为晚饭吃什么拌嘴吵架，儿媳妇穿着家常的拖鞋短裤在屋里走来走去，小孙子光着脚丫子在客厅里又哭又闹，甚至有时候卫生间没冲干净，门没关严实，那些乱七八糟的杂气晦气，生活里的世俗景象全都被这面自作聪明的大镜子一清二楚地反射到了佛菩萨的面前。你这就等于是一边在佛前磕着头，一边强迫菩萨看着你家里最不堪、最杂乱、最不清净的景象。这已经不是诚心不诚心的问题了，这是对佛菩萨极大的不恭敬。那些杂气晦煞之气通过镜子的反射和佛堂的气场来回对冲，你家里的磁场就像一锅煮开的水，咕嘟咕嘟翻腾，四处漏风，根本平息不下来。住在这种气场大乱的房子里，人的脾气能好吗？老伴儿整天无缘无故地觉得心烦气躁，发无名火，儿女在外面上了一天班，一推开家门，莫名其妙就觉得胸口闷，一点火星子就能把整个家吵得掀翻屋顶。然后你受了委屈，又跑到那个对着镜子的菩萨面前哭天抹泪。菩萨啊，我家怎么天天不消停啊？为什么我越拜佛家里越不消停啊？和睦啊？菩萨看着你也只能摇头叹息啊。你自己弄了个阴暗憋闷的角落，又架了一面大镜子，把四面八方的煞气全吸过来，反冲到佛台上，把清净地变成了是非场。家里能消停才怪了，环境的脏乱差和气场的不对头，直接就影响了人的心智。位置摆的不对，摆了镜子，这还是硬伤。更让人痛心的是，有些老人家把位置摆对了，可是你看看他那个供桌上摆的都是些什么东西，这第五个大雷一踩，那才是真正的败家运。很多老人家过日子节省惯了，这本来是中华传统的美德，可是你不能把这种节省用到供养菩萨上啊。你看那个供盘里摆的苹果皮都皱巴了，甚至底下都烂出一个黑窟窿了，
那个香蕉黑乎乎的都流黄水了，旁边花瓶里插的鲜花，花瓣早干枯掉光了，瓶子里的水都发臭了。你问他为什么不赶紧换掉，他振振有词，哎呀，没到初一15呢，不到日子怎么能撤下来？再说这水果还能吃，扔了多可惜。你想想看，要是你家里今天来了个尊贵的客人，你会把烂得发臭的水果端上桌请人家吃吗？肯定不会嘛。那你凭什么觉得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就该看你那一盘烂水果呢？我告诉你们，不管是从理上讲还是从事上讲，这都叫极大的不敬。老祖宗的学问里讲究个家里要有生气，有活泼泼的生机，家里才能兴旺。那个腐烂发臭的水果，那个枯死发烂的花枝，散发出来的全都是衰败的死气晦气。你把衰败的死气长年累月的供在家里最神圣的地方，你家里的风水磁场能好吗？好运气全被这股败气给冲没了。还有的老人家更离谱，为了显示自己家里日子过得好，逢年过节竟然拿鸡鸭鱼肉甚至酒水去供奉佛菩萨。佛法讲得很清楚，诸佛菩萨那是圆满清净的，是大慈大悲，绝对不杀生的。你拿众生的血肉去供奉，这哪里是求福，这简直是在造大业。不仅供的物不对，有的人连心都不对，上一秒还在厨房里跟老伴儿吵得不可开交，摔锅打碗，气呼呼地走出来，下一秒抓起一把香就往香炉里插，嘴里还在骂骂咧咧，这日子没法过了，真是气死我了。大慈大悲的菩萨，您赶紧显显灵，让我那个死老头子出门摔一跤清醒清醒吧。我跟你们讲，这种人我见得太多了，你满心都是恶念怨气嗔恨心，你手里拿的贡品再贵，你插的香再好，全都被你这颗污浊的心给污染了，这叫夹杂不净。你在那里拜的根本不是佛，是在宣泄你心里的毒气。这个道理很简单，很多人总觉得供佛就是要摆得多摆得贵。咱们中华文化里，清朝有一位非常了不起的大儒，也是个大善人，叫彭绍生，那可是江南数一数二的大户人家，家里有钱到了什么地步，真的是富可敌国。后来彭绍生晚年开始学佛，极其虔诚。有一天，一个有钱的富商去拜访彭绍生，这个富商心想，彭家这么有钱，彭老爷子又这么信佛，那他家里的佛堂肯定不得了，肯定是金碧辉煌，供桌上摆满了山珍海味，奇珍异宝吧。结果一进门，富商彻底傻眼了。彭老爷子的佛堂小得可怜，就是一个干干净净的小神龛，供桌上一尘不染，没有大鱼大肉，没有成堆的瓜果，只点了一柱极细的清香，然后最中间恭恭敬敬地供着一杯清水。富商大惑不解，就问彭绍生，彭老爷，您这么雄厚的家产，怎么对菩萨这么抠门啊？就供一杯水。彭绍生听了哈哈大笑，他怎么回答的？他说，你觉得佛菩萨缺咱们凡间的金银财宝吗？缺咱们世间这口吃的吗？如果菩萨贪图你的金银和贡品，那菩萨跟凡间那些贪污受贿的账官有什么区别？彭绍生指着那杯清水说，这杯水代表的是清净无染，代表的是心包太虚。我每天看着这杯水，是在提醒我自己，做人要像这杯水一样干干净净，平平静静，对待穷人和富人都要像这水面一样平等，这才是真正的供养啊！诸位老朋友，你们听懂彭老爷子的话了吗？很多人拜了一辈子佛，
都没搞明白桌上那些贡品的。真正意识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根本不是来吃你那几个大苹果的。你摆上新鲜饱满的水果，那是用来反照你自己的心，提醒你自己平时要多种善因，做事要圆满，将来才能结出圆满的善果。你供上一束鲜花，不是为了给菩萨闻香，而是提醒自己做人要像花一样散发善良的芬芳，让周围的人看了欢喜。你把烂水果摆在那儿，败坏的是你自己的心性，你满肚子怨气去上香，烧掉的是你自己的福报。真正的供养不需要你花大价钱，哪怕你穷的连一个苹果都买不起，只要你每天早晨起来把佛台擦得一尘不染，供上一杯干干净净的白开水，然后心里干干净净，没有杂念，没有怨气，这就叫最上等的供养，这就叫如理如法。你的心清净了，你家的磁场就清净了，菩萨的加持力自然就顺着你，这份清净心灌注到你家里来了。可是话说回来，前面的这5大禁忌，半夜颠倒阴阳，满屋浓烟滚滚，把佛堂当交易市场，乱摆大镜子反煞，加上这些腐烂晦气的贡品，咱们都挨个扒干净了。很多老人家听到这里，可能头皮都发麻了，心里直犯嘀咕，哎呦我的天哪，南老师，这5条大雷我不小心踩了好几条啊，难怪我家这2年一直不顺，老伴生病，小辈破财。南老师，我现在知错了，可我该怎么改啊？怎么才能把被我做媒的福气重新接回咱们家里来啊？你们别慌，既然指出了你们的病根，我今天就送佛送到西，接下来我就手把手的教你们，在世俗生活里到底该怎么把佛堂布置对，怎么把这颗心转过来。我给大家一套保姆级的自保转运法，你们只要照着做，不出3个月，家里的气象绝对大变样。这第一件事就是赶紧回家，把你那个乱七八糟的佛堂彻彻底底的大扫除一遍。你们晓得吧，佛菩萨在家里落座的地方，就等于你们整个家运的正眼。这个正眼要是布置对了，天地间的清气和福气才能像漩涡一样源源不断地聚到你家里来。你们现在就在家里找一找，看看家里的西北角或者东南角有没有干净透气能见着自然光的地方。为什么非得是这2个方向呢？老祖宗的学问里，西北是前卫，代表天，气场最正大最稳重，东南代表生机，早上太阳一出来，那股生生不息的光明和暖意就照进来了。你要把佛龛恭恭敬敬地请到这种地方来，记住啊，一定要通风透亮，千万别再塞进那种阴暗潮湿的黑过道里了。找好位置以后，赶紧把你自作聪明的那些破镜子、乱七八糟的杂物、旧报纸、吃空了的药盒，统统从佛龛旁边给我撤走。佛堂要的是庄严、干净、清爽，环境一清爽，你家里的磁场立刻就能顺畅，那个乱糟糟的煞气自然就消散了，环境布置好了。这第2件事就是要改掉你们那个半夜不睡觉烧香的糊涂习惯。以后啊，咱们每天的礼佛时间通通改在午时，也就是上午11点到下午1点这个时间段。我告诉你们，这个道理很简单，午时是一天当中太阳最高、阳气最足的时候，在这个时间段，整个天地都充满了光明正大的气场。咱们老年人本来身上的阳气就弱，你要是能在每天正中午阳气最旺的时候，去佛菩萨面前恭恭敬敬的上那么一根细细的清香，你不仅接住了天地间最正大的阳气，
对你自己的身体也有莫大的好处。阳光照在身上，暖洋洋的，屋子里亮亮堂堂的，你的心胸自然也就跟着敞亮了。这就是顺应天时，借天地的阳气来养你自家的福气。第三件事，把你那供桌上烂了一半的水果、干枯发臭的花全给我扔了。以后这供桌上越简单越好，越干净越好。最要紧的是每天供上一杯干干净净的清水，最好用那种透明的玻璃杯或者白瓷杯。这杯水不是给菩萨喝的，是供养给你自己的心看的。佛法讲得很清楚，水代表着清净平等。你每天早晨亲自换一次清水，看着那平平静静没有一点杂质的水面，你就要在心里提醒自己，我今天一整天跟老伴说话，跟儿女相处，脾气也要像这杯水一样柔和，我的心眼也要像这杯水一样干净透明，不起那些贪嗔痴的脏念头。除了这杯清净水，你可以买2个新鲜饱满的应季水果，买2只干干净净的鲜花。切记，只要贡品稍微有一丁点枯萎或者坏掉的苗头，立刻撤下来，千万别心疼。你供奉的是一份至诚的恭敬心，不是在佛堂里收破烂。前面这3件是外在的规矩，最后这件事也是最核心的救命招，就是教你们怎么转心念。我跟你们讲，以后跪在菩萨面前，千万别再像做买卖一样讨价还价了，更别去抱怨你的儿媳妇不孝顺，隔壁老王占了你的便宜。你遇到难处了，比如老伴生病住院了，儿子工作遇到大坎坷了，你该怎么跟菩萨开口？你要这么说，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我凡夫俗子一个，以前不懂事，脾气大，贪心重，做事说话造了不少恶业，种了不好的因。现在家里遇到这些难处，我知道这都是因果。我今天在菩萨面前诚心忏悔，我的过错我发愿，从今天起我要多说好话，多做善事，我不给家里人添堵。我也祝愿天底下跟我一样受苦的老人家都能得到菩萨的加持，平安度过难关。你们想想看，当你不再自私自利，不再死盯着自己那点小账本，当你把心量打开，开始反省自己，甚至开始为别人发善愿的时候，你那个原本憋屈狭隘的磁场瞬间就被撑大了。你的善念一发出来，就跟观世音菩萨的大悲心接通了。你平时在家里少去计较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破事，儿媳妇偶尔脸色不好，你包容一下，邻居碰了你的东西，你笑一笑就过去了。你把这些斤斤计较的精力拿去用在善待身边人上，哪怕出门对小区的保安笑一笑，说句小伙子辛苦了，这都是在为你自己和家里积攒实打实的福德啊。当你把家里的佛堂布置得清清爽爽，每天在阳气最足的午时上一炷清香，心里装着满满的善意和平和，不去求菩萨保佑你发横财，只求自己每天都能断恶修善，我敢向你们打包票，你根本不用满世界去花冤枉钱，找人算命看风水，你只要这样老老实实做上3个月，你家里的气氛绝对发生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儿女回家看到你慈眉善目的，不唠叨不抱怨了，屋子里清香明亮，他们心里也愿意跟你亲近，家和万事兴，财运自然就跟着进门了。老伴看你每天开开心心，心平气和的，他那个病痛的心理负担卸下来了，身体自然也就好了一大半。这才是真正的有求必应，这才是真正的把丢掉的福气踏踏实实的给接回家了。听我讲到这里，
咱们今天这场交心的话也就快到了尾声了。啰嗦了这么多，我知道你们年纪大了，平时脑子里装的杂事多，有时候听了后面就忘了前面。我最后再跟大家啰嗦一遍，这几件事以后打死也别再做了。第一，千万别在半夜3更爬起来去给菩萨上香磕头了，那是阴气最重的时候你这么干，接来的根本不是福气，是寒气，是病气。第二，别再在家里烧那种劣质的粗香大高香了，一天到晚弄得家里乌烟瘴气，那叫制造烟煞，财神爷好运气全都被你给熏跑了。第三，以后跪在佛前，把你的那些贪念全给我收起来，别把大慈大悲的菩萨当成了拿钱就能办事的世俗贪官，那是对菩萨的侮辱，是在造业。第四，把你家佛龛前面那个自作聪明的破镜子赶紧拿走，别让乱七八糟的煞气反冲到佛台上。还有，千万别把佛像塞在不见天日的阴暗过道和犄角旮旯里。第五，供桌上哪怕有一丁点烂了的水果、发臭的水，立刻撤下来，别把死气、败气留在家里。那咱们到底该怎么做呢？我告诉你们，找个亮亮堂堂、通风透气的好位置，把佛像恭恭敬敬地请过去，每天正中午阳气最足的午时，去上那么一根清清爽爽的小细香。供桌上别放那些乱七八糟的杂物，每天早上只换一杯干干净净的白开水。最关键的，遇到家里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别去菩萨面前告状抱怨，要在心里头去发善愿，诚心忏悔自己的坏脾气和恶念头。这个道理很简单，很多人这一辈子总想着到处花钱找人看风水，去买什么镇宅转运的宝贝。你们晓得吧？天底下最好的风水根本不在那几张画了符的纸上，也不在那几块石头上，全在你们自己的这一颗心里头。你的心要是干干净净、慈悲包容，你这个家就是全天下风水最好的福地。你的心要是天天斤斤计较，怨气冲天，满肚子的贪念，那哪怕你住在皇宫大院里，那日子也是过得鸡飞狗跳，像个人间地狱。佛法讲得很清楚，命由心造，福由己求。你想要改变家里的运势，想要儿孙出息平安，靠什么？就靠改你自己的念头，改你自己的脾气，改你自己的行为，这才是真正的种善因得善果啊！今天我把这些老祖宗传下来的天地规矩，把这些最朴素的因果大道全都掰开了，揉碎了大白话讲给你们听了，你们自己听懂了，回家把佛堂整理干净了，把心里的疙瘩解开了，这当然是一件大好事。但是你想想看，对不对？你们身边还有多少老邻居、老姐妹、老哥们，甚至还有些年轻的孩子，他们不懂这些规矩啊，他们是不是还在那里糊里糊涂的犯着这些大忌讳，还在苦苦纳闷为什么天天拜佛，家里却天天遭殃？他们正在不知不觉地把好家运往门外推呀。所以啊，听完今天这番话，如果你觉得南师讲的确实在理，对你家里有实实在在的帮助，请你一定要动动手指给南老师点个赞，点个关注。更要紧的是什么？是把你今天听到的这些智慧转发出去，发给你的亲戚朋友，发到你们的家人群、老友群里去。我跟你们讲，这不是在凑热闹，你这是在救人一命，护人一运啊！你想想，就因为你今天这一个善意的分享，让一个老哥们半夜不再受冻，好阳气了；让一个老姐妹不再把佛堂搞得乌烟瘴气了；让一个原本要破败的家庭重新
找回了清净与和睦，这就等于挽救了一个家的运势。这就是老祖宗常讲的法布施啊！这种赠人玫瑰，手有余香的善事，功德简直大得无量无边。你分享出去救了别人，这些无形的福报最后全都会成倍的回向到你和你自己的儿孙身上。最后大家千万别忘了，文字是有极大的力量的，我们人的念头是有不可思议的能量的。今天咱们这么多有缘的老朋友聚在这里听我唠叨，千万人的善念要是汇聚在一起，那会形成一个多么强大多么温暖的能量场啊！我希望大家现在立刻就在这下方的评论区里把你的善念清清楚楚地写下来。咱们不求什么发大财当大官，你就安安稳稳诚心诚意地留下一句愿家宅平安，或者留下一句愿断恶修善。当你亲手敲下这几个字的时候，当你把心底的那份善良发散出来的时候，你家里的好气场就已经在冥冥之中开始转动了。